男人正在凭空弹钢琴，骨瘦如柴，像个乞丐。谁能想到，多年前的他是钢琴家，对面的人示意他赶紧跑，否则钢琴家很敬业。直到，这是最好的二战题材电影之一，《钢琴家》。根据二战真人真事改编，他的故事震撼了很多人。二战开始，德国闪击波兰，每个犹太人家庭只允许留2000波币，一家人为把钱藏哪费尽心思。爸爸要在桌角弄个洞藏钱，弟弟说万一值钱的桌子被扛走呢？于是爸爸撕了桌面，最后还是塞进小提琴里。很快，犹太人被告知要佩戴臂章，遇见德军不行礼，还会被甚至只能走马路旁的水沟，钱快要花光了，妈妈哭着。钢琴家只能忍痛2000波币贱卖了心爱的钢琴，毕竟男人更爱家。再很快，犹太人被集体圈往一个区域，一家人往窗外一看，德军在砌围墙。半天后，这里变成犹太人的监狱，又慢慢变成地狱。一个小男孩抱着不知道死了多久的爸爸，也许明天死的是小男孩或者他们。一个女人在问有人看到丈夫没？没人看到她丈夫，更没人知道她神经是否正常。连拄着拐杖的人都要在德军的枪杆下跳舞。钢琴家看过去，一个老头早就疯了，另一个老头在抢老妇的粥，粥掉在地上，接着老妇只能哭着打老头。也许明天饿死的就是他或者他的家人。但这些都不算最惨的。这天，钢琴家路过高墙，小孩从狗洞出去偷食物回来，跑得快的回来了，跑得慢的等到钢琴家拉他出来，小孩已经被活活打死。晚上，一车德军到来，弟弟往外一看，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熄灭，钢琴家赶紧关灯。一家人再往外一看，德军命令残疾老头站起来，老头不可能站起来。但最荒唐的，最没人性。很快，一家人不得不住到员工宿舍。德军又来了，把他们排成一排，叫他们连夜搬走。有个女人鼓起勇气问了句，军官掏出枪转身走开。其实他们被送往集中营，路边早已铺满尸体。这里有个小孩在卖糖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犹太人还在做生意。全家凑了点钱，爸爸买了块，切成6份。这是一家人最后的聚餐。接着他们要被送上火车，有个犹太警察一把拉过钢琴家，救下了他，对方认识他。全家走散了，不知道下一刻他们能否活着。男人终于哭了，身后是被德军打砸抢后留下的狼藉。生而为人，何以为家？这天，德军又在屠杀老弱犹太人，男人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。这里没有手撕鬼子的英雄，只有活着。喝粥时，有个男人告诉他，50万犹太人已经只剩6万了，他们决定反抗。喝完粥又该干活了，男人不小心弄掉砖块，德军叫他过去，抓住他就是一顿皮鞭暴打，直到昏厥。幸好德军走后，2个工友救了他。工友认识他是钢琴家，帮他弄了个轻巧的活。德军为了稳住他们，宣布每天可以有1个人进城带3公斤土豆。男人利用这个机会帮反抗军带枪，然后扔出墙外。男人请队长帮忙联系歌唱家朋友，他想去墙外。队长帮他安排好以后，男人撕掉犹太人臂章，藏进瓶里，混进波兰人中离开，见到了朋友。女人给了他拥抱，那是很久没有过的温暖。朋友丈夫找人给他安排了去处，不远处就是围墙。那人给他准备了些土豆，又给了个地址，说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可以去那里。男人终于坐到了沙发，把字条藏进烂皮靴，躺在沙发上。但隔壁传来声音，男人起身走过去，是钢琴声，还有情侣打情骂俏。男人听得入迷，终于露出笑容。但男人往窗外望去，是反抗军，他们要让德军知道，践踏他们就要付出血的代价。但很快，德军搬来重型武器，更多的德军加入战斗，战斗从白天到黑夜，又到白天。德军点燃了楼房，一个被烧的反抗军选择了跳楼。很快，剩下的反抗军也被抓了。德军让他们站成一排，然后男人痛苦不堪，陷入了自责。这天，朋友带着土豆来看他。女人说，受到犹太人的鼓舞，波兰人也要抗争了，抗争就有牺牲。这天，那人来叫男人快走，说朋友和朋友丈夫已经被逮捕。男人不走，那人说，当他们突击公寓，你就跳窗吧。那人走后，男人搬过椅子，拉开桌子，随时准备往下跳。这天，食物没了，还被旁边的波兰人发现他是犹太人。男人只能找到那人说的紧急住处，没想到对方是之前仰慕他的女人。如果是和平年代，女人肚子里的孩子应该是他的吧。很快，女人丈夫给她安排了住处，灯下黑，就在德军旁边。为了安全，她把门反锁了。这里有架钢琴，男人的灵魂。再不久，男人以胡子拉碴，瘦骨嶙峋。男人听到声音，往窗外看去。波兰人的反抗开始了，他们要让德军知道，侵略他们的国家就要付出血的代价。不断有德军倒下，一个波兰人还轰了德军大楼。不久，这里就硝烟弥漫。男人要接水，水也停了。据说下面这段戏是导演的真实童年回忆。一个女战士在逃跑，但他倒在了原本血迹未干的马路旁。德军要上楼搜查了，但门被反锁，外面还来了个坦克，就瞄着这里。
男人往洞外逃去，顺着楼道往上跑，从破洞翻到屋顶。这时德军戴着防毒面罩进来搜查，男人趴在屋顶，但对面的德军发现了他，他慌了，差点掉下去，好高！他又跳到下一楼的阳台，东躲西藏。下一天他又饿又渴，跪在脏水旁边，捧起水就喝，一口又一口。男人到处找食物，他从破洞往外一看，德军正在烧尸体，不知道下一刻是否还活着。男人凭空弹起了钢琴。有的人一无所有，但他有灵魂。这天德军放火烧楼，男人赶紧往外跑。男人打开窗户，跳到外面，翻过墙，已是一片废墟。男人每时每刻都在找食物，好不容易找了个罐头，突然外面传来声音，其实这里是德军的临时指挥所。男人只能拿着罐头躲进阁楼，顺走了梯子，突然呆住，因为响起了琴声。他很熟悉的《月光奏鸣曲》第1乐章。等到安静，他偷偷下来找工具撬罐头，但他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，罐头掉落，滚到一边，镜头往上移，是个德军军官。这个德军军官和其他德军不太一样，他只是问男人的职业，男人说自己是钢琴家。军官深深叹了口气，带他到钢琴旁，钢琴上放着纳粹的军帽，这是铁蹄的象征。军官让钢琴家演奏，钢琴家拉过凳子坐下，捂了捂手，他太冷了。钢琴家试了试音，慢慢进入状态。这是肖邦的 G 小调第1叙事曲，波兰是肖邦的故乡，曲子表现了肖邦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希望，琴声越来越激扬愤慨，直至难以想象，这是一个饿得快死的人弹出来的。军官震惊了，回过神来，他起身整理衣服，这是尊重。他让钢琴家带他去看了阁楼，就离开了。隔天，军官偷偷给钢琴家送了食物，面包、果酱。当果酱送进嘴里，任何的描述都是多余。后来德军败退了，军官最后一次给钢琴家送食物，2大包。钢琴家说着感谢的话，军官又脱了自己的外套给钢琴家，他还问了钢琴家平时在哪演奏。战争结束，他想去听，但他最后还是没能听到。随着插着波兰国旗的车开来，钢琴家也回到了电台弹琴。等到钢琴家知道恩人被俘去找的时候，战俘营早已变成空地，而这位帮助过许多犹太人的军官，他的原型1952年死于苏联的战俘营。直到钢琴家去世后，在钢琴家儿子的请求下，以色列于2009年追封他为国际艺人。而钢琴家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困难都不是困难，所以坚持下去吧，直到回到属于你的电台，弹着属于你的钢琴。记得点赞、关注，爱你们。